别吵，别吵啊！你跟晶晶说我什么来着？啊，造谣你！你才造谣呢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给你当女秘书？这话从哪说起啊？你是不是去小眼镜家了？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你别误会，我去小眼镜同学家可不是告你状去，是去了解情况。我基本已经清楚了，小眼镜同学是因为他爸爸再婚度蜜月去，他原本希望他的父母能够重归于好，可是他的这个愿望破灭了，所以他才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也郁闷。虽然你跟我妈吧哪儿都没去，可不是也在月子里呢吗？哎，这我给你纠正一下，不是月子，是蜜月，记住了。哎呀喂，都一个意思嘛。我就有一点没搞明白，你又不是希望你妈妈复婚，而且你一直都是鼎力支持我和你妈妈喜结良缘的，可你为什么也……自从我妈跟你结婚以后，我怎么了？我妈妈给我的母爱少了一半，别提我多郁闷了。哦，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从今往后，我和你妈妈会让你拥有更多的爱。哼！再给你提个小要求，说吧。以后喝啤酒，别忘了带上我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大嫂在吗？哦，在他屋呢。哦，大嫂，什么事儿？风风火火的。我找到大哥了。哎，你得先告诉我呀。我想先跟大嫂聊聊，我要做他们沟通的桥梁。大嫂，嘿，这三媳妇儿，兄弟媳妇儿给大伯的两口子劝架，这。而老婆子，你给他一句点评啊！我可说不好，说错了你又怪我。大嫂，我见到大哥了。你在哪儿见到他的？他旁边有没有女的？我在工作的地方见到他的，旁边就算有女的我也看不见。也是，他金屋藏娇，不会让别人看见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大哥其实也不想跟你闹别扭。我要听原话。那我就省略爱称了。爱称？他背后对我还有个爱称？到底什么呀？你告诉我。不是一般的爱称，是打是情骂是爱的那种。到底什么呀？倒霉媳妇儿。唉，我就这个命。珊珊跟那孩子喝酒的事情，完全了解清楚了。哦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早恋啊、堕落啊，两回事儿。哎，那孩子啊，也是一离异家庭的孩子，亲生父母要再婚，所以呢心里别扭，是这么。岳母，啊，你直接跟你岳母汇报吧。啊，哎。岳母啊，我刚跟岳父那正说着呢，珊珊那俩孩子喝酒的事情水落石出了，什么早恋啊、堕落，通通排除。说话简练点。那俩孩子喝酒，就是俩孩子心里不痛快，都是离异家庭的孩子，以为可以借酒消愁，就这么简单。珊珊有什么仇啊？珊珊倒是没什么仇。他是认为，由于我的介入，夺走了他1/2的母爱。你说完了？说完了，萌萌也不用再内疚了。内疚的应该是你呀。为什么？你想想，你到这家里来，你给这家里带来了什么？啊？你给这家里带来了什么？昨天夜里，你在这客厅沙发上睡觉，差点吓坏了伟伟。不是，珊珊住我那儿了，
我不过是临时在沙发上睡一宿啊。那你也不能一声不响啊，把人吓一跳啊。那睡着了可不就是一声不响吗？不要狡辩，好好反省吧你。哎，哼，您的意思是我当时应该打呼噜？真是的。你说我好不容易把珊珊醉酒这事儿吧给掰扯清楚，让她水落石出了，可不知道为什么你妈妈那一肚子怨气还是一点没消，照样动不动就冲我发火，气儿往我头上撒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呀？我只有更加积极的表现。我都想好了，我要跟你爸一起做家务，我要劳动，通过做家务劳动，让你妈妈扭转对我的成见。可我妈妈对家务劳动的要求是很严格的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起码在家里做事，我是一点都不带偷懒的。干活的时候怎么还吹口哨啊？我这是劳动号子。烧板又不是杂行，还用喊号子？我们家没这毛病。不信，问问你旁边那个人。啊，对，听你岳母的，这些年我一直在劳动并沉稳。伟伟，你这个所谓的大姐夫啊，他是我姐夫，已经是名正言顺的了。可我还是不认同他。一个大男人热衷于家务劳动，没出息。妈，姐夫他可能想是得到你的好感呢。完全是自我暴露，表现太差了，说明他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能力低，素质差。妈，我大姐来了。大华，你怎么又惹我妈不高兴了？没有啊，我这么勤劳，还是得不到他老人家的认可。你是不是又犯一些低级错误？嗨，你妈要求过高啊！你了解我这人，我这人会紧张吗？怪了，跟你妈在一起，紧张兮兮，心里都哆嗦。你说这越紧张吧，还越出事儿。结果呢，打碎一盘子。可这盘子啊，是我们家用了很多年的。古董啊，是明代宣德年间的，还是康熙那会儿的？不就一盘子吗？我去超市给他买一大摞回来。啊，那盘子真是古董了。大华，你别逗了。还是啊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媳妇儿，那事儿怎么着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我大哥他们两口子的事儿。你不是叫我不要管吗？那你不是已经管了吗？现在想打听，我告诉你。媳妇儿，你跟我说一说，我好帮你参谋参谋。我现在要转换频道，到酒吧去了，拜。哎，媳妇儿，我说了，我要转换频道。我现在的身份是 JL 酒吧的老板娘。你这么走来走去的，干嘛还不睡呀你？嘿，那三儿媳妇儿啊，真是，他替老大两口子去说和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？怎么到现在还不来汇报啊？不是诚心让我着急吗？这不是？要不，我去帮你问问。你帮我问问，这不关你的事儿啊！嘿，来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对，回来！不能去。怎么了？小的不主动汇报，老的上赶着打听，这算什么回事啊？真是的，不能跌这个份。好，
那我就不去打听了。我看你呀，今儿晚上就别想好好睡了。扯！我要连这点定力都没有的话，我还算得上一家之主吗？大哥，我是觉得你还是应该跟大嫂当面沟通一下，很多情况你俩说的都不一样。那倒霉媳妇儿又说我什么来着？她说她下岗之后想再就业，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同意啊？听她的呢，她是想上我公司上班，好全天候看着我呀。啊？大嫂，还跟大哥怄气不回家？我回去干嘛？他不回家，我也不回。嗨，我是觉得你们俩有误会，应该要面对面的说清楚。大哥说你老怀疑他一有钱就变坏，这很伤他的自尊，所以他才不爱回家嘛。他这纯粹是，老爷子讲话，他这纯粹就是扯。睡得着？醒醒，嘿，醒醒，老婆子，醒醒嘿，你醒醒嘿。哎呦，人家这正睡着，这得干嘛呀？亏你还睡得着，这么大岁数人了，没心没肺的。你要吃心肺啊？我明儿给你去买啊。我想吃你的肺。啊？干嘛？醒过闷来了。我说啊，瞧你那三儿媳妇儿啊，够不懂事的啊，也不懂得请示，也不知道汇报，就去掺和老大他们哥嫂的纠纷。嘿，是管了我儿子的事儿，还瞒着老子，他眼里头还有没有长辈啊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这词儿多少年没听着呀？哎呦，我说呀，你就别找气生了，快睡吧。我瞧着苗头就不对劲，想起一出是一出来。我看他那拆墙的劲头，八成又上来了。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吧？三媳妇儿去劝老大两口子，那结果总会跟你汇报的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我倒是要瞪着俩大眼等着瞧着。哎，我倒想看看他怎么当这个和事佬。好了，你现在就别瞪眼了，快闭眼睡吧。你看一会儿啊，天都要亮了。哎呀，岳父啊，哎，我这屋里找你一圈，您在这儿呢。我跟您说啊，岳父啊，怎么了？别碰你岳母的衣裳，让她看见了又该不高兴了。哎，谢谢岳父的提醒。哎，您说岳母这些衣服啊，挺有意思的啊，青色素，我从来没见过岳母穿一件花衣裳。这个跟她整体风格倒蛮协调。啊，对，有道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是关于我做家务的事情。这个萌萌啊，越来越担心，怕我家务做得不好，反而岳母不高兴。她现在啊，比谁都紧张，就怕我跟岳母闹矛盾，都变得有点神经兮兮的。我看出来了。所以我决定啊，什么家务都不做，不做就不会犯错误。对，这个也不失为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。你找我就为这事儿？是，接下来我暂时就不能帮岳父做家务了，请您理解。理解，完全理解。哎，但愿你岳母也能理解。问题解决了，你不用再担心我跟你妈妈关系紧张的问题了。我从现在开始，哎，看见没有，不做家务了，我不做了。
不做就不会出错，也不会惹我丈母娘生气了。你总会想出一些奇怪的想法来解决问题。哎呀，妈妈，实际上我挺难受的。你说我这人吧，一向勤快惯了，突然罢工，我还真不适应。看什么不顺眼的，我这手还痒呀。现在没办法，只能强制自己把双手塞在兜里。琪琪，妈，萌，你出去一趟。妈，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呀。出去。你妈有会把我吃啊。再说，无作为的鸡蛋里是挑不出骨头的。岳母，请坐。萌太脆弱了，作为母亲，我不想刺激她。可是作为你的岳母，有些话我不得不说。您请说。你都做了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没做。你太懒惰了，你连油瓶子倒了都不扶一下。不对吗？你做的对吗？作为家庭最有劳动力的一员，你天天竟无所事事的把双手插在兜里，你不觉得惭愧吗？不是啊。不是什么呀 ？Oh my god！ 二哥，二哥啊！二哥，这2天呢，我努力在大哥大嫂之间来回斡旋，他们2个总算有了沟通的欲望，迫不及待想要坐在一块儿好好聊聊了。他们想坐在一块儿好好聊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一块参与，到时候可以帮他们解决问题啊。帮他们解决问题？可我的问题还没有。二哥，你是我们家最有学问的人，我是希望你可以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，给我们来2句精辟的格言。精辟格言？啊，平时你不是张嘴就来的吗？良医之子死于病，良巫之子死于鬼。你看，一张嘴又来1句了。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那你再说一次好了。为什么良医的儿子会病死啊？医不自医，就是再有本事的人，也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。没别的事儿了吧？哦，没。好，看我要杀过来了。二哥，你再这样下去，快变成网虫了耶！这样下去哪行啊？你爸爸怎么也不管管你？我特意请假回来支持你的呀，夫妻本是同命鸟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支持你，谁支持你呢？哦，好感动！哎呦，哎呀，什么呀，硌死我了！等到大哥大嫂把话说开，言归于好，我们当然要喝一杯庆祝一下啊！这是我从酒吧拿来的，你看，顶级的葡萄红酒，很贵的。静静。你对我们家的事儿这么上心，我好感动啊！这才刚开始呢，等到矛盾解决了，你一定会以我为荣的。那是，到时候我们韩家全家人都得说我这媳妇儿娶得好。不过你说，我大哥大嫂他会来吗？当然会啊！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之后，现在2个人已经有强烈的沟通欲望，迫不及待要见面了。真的啊？真的。哎呦，就像我们一样。这倒霉媳妇儿，我跟你谈，你等着，我好好跟你谈。
吃饱了，韩天福，我好好跟你谈。妈，待会儿我们几个平辈的在一块儿谈事儿，就不邀请您了。您也省省心，我们也乐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好啊，好。您不会生气吧？啊，不会不会。静静，你把话说得这么敞亮，妈怎么会生气呢？我就是担心他们俩。待会儿别担心，等我的好消息。好。好了，现在就等大哥了。大哥，请坐。大哥，大嫂，现在请你们先深情对望10秒钟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啊？10、9、8、7、6、5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这哪有儿童啊？这不全是大人吗？二哥。来在火关，与我焦谋盘，松林内本是那杨贤妹，娃娃当多了牙表官，今儿晚上吃什么？厨房里白薯都蒸好了，你快趁热吃。不想吃白薯。天福回来的时候，我看他车停在外头。啊，哎呦，哎，你别去，他们在里边开会呢。开会啊？韩家门开会怎么不先通知我呀？我也刚知道。开什么会？谁在开会？啊，除了天庆他媳妇儿啊，全都在里边呢。哟，合着韩家门第2代全体会议啊？那为什么不找我呢？呀，轻点。我这一家之主白当啊！哎呀，你别找气声。刚才啊，静静说了，他们平辈在一起啊，说话方便，解决问题也方便。行，也罢。哎，我倒是要看看，没有这龙头老大坐镇，就凭他们那几条小泥鳅能钻悠到什么地步去？也不通知我。韩天福，你跟晶晶都说什么了？你问我，我正要问你呢。你看，一开始的讨论就非常热烈啊。哎，这叫热烈吗？我看着这叫激烈。大哥大嫂，我先说2句吧。大哥，大嫂，你们在冷战之后呢，能够像现在这样坐下来，已经是向美好的未来跨出了很大的一步了。我在这里祝愿你们手牵手，心连心，高高兴兴的夫妻双双把家还。赏心悦事谁家院？良辰美景奈何天。大哥，大嫂，之前呢都是我在中间间接帮你们传递讯息，现在你们可以面对面的沟通了，有什么希望啊、要求啊，可以畅所欲言。哎，我有个建议，不如你们先向对方说出一个美好的愿望吧。谁先来？你到底说了什么？听，打起来了吧？没有我坐镇就是不行。你赶快去看看吧，劝劝他们。等，让他们再乱一会儿，乱够了我再进去拨乱反正去。别吵，别吵啊！你跟晶晶说我什么来着？啊，造谣你！你才造谣呢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给你当女秘书？这话从哪说起啊？有和，没人管，还真来了劲了。名义知道吗你？你胡骗我！没孩子的事儿，你凭什么让晶晶问我呀？废话，下单就得找母鸡。谁是母鸡？哎，这样说话很伤感情啊！你就是你还是个不下蛋的母鸡。还欠刀的，你杀人不见血啊你！哎，大哥这样说有点过分了啊！都是你倒霉媳妇逼的，
好日子不知道好好过啊！你吃饱了撑的你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这日子不过就不过，离婚，离就离。大叔，干什么？你们这是？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闹什么闹？吃饱了撑的，离婚俩字又不是 OK 俩字，能随便喊的吗？和平谈判，永远是纸上谈兵。天福啊，你真长本事了，都敢嚷离婚了。秋芳，你老实巴交一人，怎么也喊离婚呢？这是男女平等的表现。歇菜吧你！老三儿媳妇儿，我说你可真能啊，愣把人家10多年的夫妻折腾到要离婚，你可太有才了。爸，他们说的是气话，哪能真离呢？大哥、大嫂，你们不是真的要离婚吧？真离！三儿媳妇儿有你那么火上浇油了吗？你是？对，我没听错吧？你们真的要离婚？离婚！离婚！对，是他们两个要离婚，你们别吵了，爸都被你给气糊涂了。我是让你给气糊涂了。离婚！离婚！妈，怎么办呀？天天啊，老二上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吵，是无聊、讨厌、烦人。哎呀，还是没有消息。高放同志，你就不想跟我交换一下对女婿的看法？岳父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，我刚才去了趟商场。哦，先请您过目。哦，您看，很有档次。可惜萌萌不在家，不能马上穿起来啊。岳父，这是为我岳母买的啊。我还给您带点礼物呢，就是差别大了点，您不介意吧？我已经很满意了。哎，我还没穿过花袜子呢，是吗？你填补了我一个空白。那如此看来，我还填补了岳母的一个空白喽。进来。岳母，您亲自熨衣服呢？有事吗？我今天到商场去兜了一趟，顺便给您买了件衣服。给我买衣服？机敏品牌最新设计的富贵休闲装，特别适合高雅气质，穿上它定能彰显您的精神风貌。于大华，您别客气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你觉得我穿这样的衣服，特能彰显您的高雅气质。你审美是不是有问题呀？还有事吗？没事了。那你可以走了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您忙着啊。1000多块白花了，不喜欢，您倒是给我，让我退回去呢。您不给，我也不好意思往回要。晶晶，都怪我一时糊涂没拦住你。我大哥大嫂这事儿啊，没法管，他们俩的问题谁也解决不了，主要就是因为，哎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
主要就是因为我大哥大嫂从结婚就一直想要一个孩子，可到现在都没有。他们就你怨我，我怨你。晶晶，你说咱俩以后不会这样吧？就这样。对啊。这就是矛盾的根源。对呀。你早说嘛！那他们去医院检查过没有？没听说过，估计他们就没往这儿想。太浪费生命了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他们有力气吵架，为什么不赶快去医院检查检查，看看问题出在哪里？为什么生不出小孩？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你说的倒也是啊。我还有一事儿觉得奇怪，刚刚咱家都吵成一锅粥了，你二哥怎么就回屋里打游戏去了？咱家这才子怎么不顾亲情，对家里的事儿这么冷漠消极啊？哎，也难怪的。我二哥那考古杂志社倒闭以后，他就在家里闷了好长一段时间了。我那出国的二嫂从来就没回来过。我估计啊，他们俩到现在都快谁都不认识谁了。我们两个以后不会这样吧？没问题，谁准备少点了？喂，不是谁准备少点？你该干嘛干嘛去。来，您的啊，就这么定，对不对？啊，绝对没问题，放心。来，还跟你说多少遍少点行不行？不是你想找抽了是怎么着？怎么了？跟你说还不行啊？你想干嘛？不是你想干嘛？不是跟你说还不行啊？不是你要干嘛？跟你说多少遍你少怎么着？干嘛去？没事。都给我住口住手，把酒瓶子给我撂下！要打架回自个儿家打去，别跟着扰民。我说谁呀你？我谁？这儿的老板、老板娘都得管我叫爸爸，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。这位韩老总是我们 JL 酒吧的名誉董事长。谁敢不服？对，就这意思。爸，谢谢您。爸，您真是虎老雄风在，一罗定乾坤呐！对，酒吧有爸在，我们都不用请保安了。对。别气我了你。哎呦，我不是气您，您今天帮我们赶走了醉鬼，我代表 JL 酒吧向您致上衷心的感谢。于晶晶啊，我那新过门的三儿媳妇儿啊，在，有何指教？打从你一来，我们老韩家就风生水起，鸡犬不宁。没那么严重吧？你去掺和老大那两口子的事儿，咱们往后再议啊。今儿我只说一件事儿，你立马把那破酒吧给我改回摄影部去。爸，这是命令。你那儿动不动来一波那个闹事的醉鬼，像话吗？谁受得了啊？不，这事儿没您说的这么严重。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天天开酒吧，哪能没醉鬼？你那破酒吧就是生产醉鬼的地方。我勒令你们立马把那酒吧改回摄影部去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可是酒吧跟摄影部隔着行业呢，不能改。怎么不能改啊？坟地都能改成菜园子，酒吧为什么不能改成拍照片的地方啊？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，改了就是了。我跟您说对不起，是因为我不能听您的。哎呦，董事长您息怒，您息怒。我什么时候成董事长了？晶晶那会儿不是说您是 GL 酒吧的名誉董事长吗？臭小子，就知道听你媳妇儿的。瞅瞅，你们自个儿瞅瞅，越活越没个样了。吵出什么来没有？鸡毛蒜皮没一档子正经事儿。哎，妈，晶晶，我给你们送点水果。哎呦，谢谢妈。妈啊，我爸跟大哥说什么呢？
知道，你爸他不让我旁听。凭什么呀？你也是家长哎。好孩子，别为我打抱不平了啊！这回啊，你爸要不埋怨你，那就是万幸了。那要照您这么一说，倒霉的人应该是我啊！我爸总不能找晶晶的茬吧？可是我觉得吵架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啊。你看，双方都把邪火给撒出来，至少可以减压吧？妈，你说是不是？是这个理儿，可我就纳闷了，你爸那邪火咋就发个没完了呢？啊，老爷子，您听我说。你闭嘴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人家秋芳怎么着你了？值得你这么张口闭口的说人家倒霉媳妇儿什么什么？你不是先娶了媳妇儿之后才开了公司吗？我看这叫旺夫。爸，我太感动了。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干嘛张口闭口说天父在外头拈花惹草？人拈什么花了？惹了哪根草了？你要有证据。你这叫一拍脑袋瓜，查无实据。老爷子，您圣明。你别恭维我。我现在要问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：你们俩到底是谁先吃饱了撑的嚷嚷着要离婚的？他。老实说。是他先喊的。我喊的，你先喊的。你打住！我就不该问这事儿。都多大的人了，还这么不懂事儿？像你们这岁数的孩子都应该可以上街去买酱油去了，可我没有。离婚这俩字能随便喊着玩的吗？可是想说什么？想说什么？你们想说我们不是闹着玩的？可以啊，你们真离一个去试试。秋芳啊，不是我说你现在要真离了婚，再找个人嫁，不容易呀。还有你这婚一离，财产立刻给你媳妇儿分走一半。你那小破公司就得倒闭，你立马就得从韩总变成一小利本，你也甭减肥了，1个月自动掉你20斤肉。老实了吧？要不是有我这么一个有水平的一家之主，怎么能说出这种一针见血的锥子话来啊？是吧？回去好好过日子，以后没有什么新鲜事由，不准再提出离婚。听见没有？回去了啊！哪儿都别乱去啊！知道了，爸。回去好好的啊！哎。吃饱了撑的，骑自行车的时候没事儿，一开了车就闹离婚。离吧，你们就离，离了婚你那俩后轱辘都得分给你媳妇儿。晶晶，挣多少钱了？不是说过了吗？生意刚开张啊，都是要赔钱的，得慢慢聚拢回头客。哦。不过我们算运气不错，房子是自己的，不用付房租，所以1个月下来呢，不赚不赔，打了个平手。干嘛？不满意啊？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不是，我现在在琢磨，得哪天让咱们这儿勒令改成摄影部的事。我不是已经当面拒绝了吗？可是你说这事儿算完了吗？他会不会？哎，你说我爸他会不会？我怎么知道？他是你爸，你比我更了解他。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，以后这儿再出什么事儿，他是不会打着锣来帮忙的。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他又不能把我们的营业执照给改了。来，警察的。欢迎光临，2位里面请。看样子不是喝酒了。请问你们谁是老板？我是。
可是法人代表是老板娘，也就是我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行了。有人举报你们酒吧经营期间啊，违反了治安条例，严重扰民。怎么会呢？哎呀，您看我们这儿不吵也不闹，也没有超过45分贝的音响啊。对呀，这谁举报我们啊？明显就是诬告。对，我们强烈要求跟这个举报人当面对质。警察先生说我们酒吧扰民，这绝对是诬告。这肯定是个别胡同里的小市民，仇富、怨恨、嫉妒人别人挣钱，就是仇富。咱们酒吧还没挣钱呢，就恨我们了。哎呦，见别人好就眼红，这人谁呀？敢露面吗？他？这人他要是不敢露面的话，他就是一卑鄙的小人，他见光死啊！贱人的贱。对，举报人来了。大仙，爸，怎么是您呀？甭废话，叫爸爸也照样举报你。爸，别叫爸了，老先生说了，叫我爸照样举报你们。这老先生他真是我爸。他本来不是我爸，但我最近嫁给他儿子，他也变成我爸了。我就是他儿子。哟，闹了半天，原告被告你们是一家人，那怎么了？当堂无父子，我这叫大义灭亲。不好意思，我来解释一下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扰民，是我爸呢非要我们把酒吧改成摄影部，我没答应，所以呢他就诬告。你敢说我诬告？我一下子想不词儿来，对不起，谢谢。说我诬告，警察同志，得，我这正带来一样铁证，您瞧瞧，就这个。这声吵人不吵人，起码有7、8声。最吵这声也是你敲的。我这不演示给警察看呢吗？啊，当时酒吧里不是有一群醉汉闹哄哄的，再闹下去就引人围观，接下来就是扰民，是吧？光最小那声也是您造成的。哎，当时我问一下，当时谁敲的这锣？是他。对不起，谢谢。管你媳妇儿，我管不了，对不起，谢谢。你这，哎，老先生，这息怒。爸，还是听听警察的吧。那么内部协商。关于酒吧扰民的问题啊，既然控辩双方你们是一家人，还是呢内部协商解决。如果协商不了，再诉讼法律。好。